水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。原始社会的人类对种种自然规律没有理性上的认识，但是为了生存，他们必须生活在气候及水土比较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地方，这是一种适应性选择。到了殷周时期，已经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乡地活动，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建筑的卜辞，如作驿、作案、做宗庙、做宫室、做堂等等。先民对居所的要求是地势要取一定坡度台阶地，地形要选在河床边，土质要干燥，地基要坚实，水源要充足，水质要纯净，交通要方便，四周要有林木，环境要优雅。这些条件都要通过乡地才能达到。后世风水师很推崇这一套。墨子辞过中说，古之民谓之为宫室时，就陵阜而居，学而处。所谓陵阜，就是河流的台阶地带。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在靠近水边的土坡上发现。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，容易取水和捕鱼，也不会受到洪水的淹没。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近水而居原则。先秦乡宅活动，一方面是乡活人居所，一方面是乡死人墓地。尚书昭赵绪说，成王在封，御宅洛邑，使昭公先乡宅，这是乡阳宅。孝经丧亲记载，补其宅诏而安序也，这是乡阴宅。这里都是用占卜的方式择定地点。先秦的贤君盘庚、公刘、周公等人，在乡地实践中都做过贡献。周朝时期，周武王营建洛邑时，就是请周公用一种占卜的形式来解释风水学上的许多问题。风水师很推崇秦惠王的异母兄弟鄂离子，传说他曾经预测自己的墓地两侧将会有天王宫殿，并都应验了。战国时期，各类学术的兴起，加之周易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，以仰观天文、俯察地理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学术思想，使人们常常把地理上的方位形状同天上星辰相对应，并对地球磁场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研究。司南就是在这个时期发明的。指南针的出现，对方位的认定有了准确的指示器。从甲骨卜辞和诗经看，商周时代已经对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确的划分。陆地分成山、腹、丘、原、陵、冈；河床地带分为棹、长、渚、湖、淡；水域类型有川、泉、河、涧、沼、泽、江、泗、沱等。《尚书禹贡》是中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，它以天然的山川、河流、海岸为界，
将疆域划分为9个大的自然区，称为9州。还按照中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，记述了黄河、淮河、长江3大流域间的20多座山岭，为后世风水师的龙脉说提供了依据。《山海经》是中国第一部堪称上古地理百科全书的文献，它由《山经》《海经》《大荒经》3部分组成。《山经》又称五藏山经，它依东南西北中方位记述了447座山，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专著。在先秦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书籍成为后世风水学说的根据。《管子》一书的地缘、地度、地数等篇目是杰出的地学论文。地缘篇论述了地势、地形、土壤、水文，并以五土配五阴，后来发展为五阴五行的风水观念。地数记述了土地表层与里层的相应关系，指出山上有赭者，其下有铁；上有铅者，其下有银；上有丹砂者，其下有黄金；上有磁石者，其下有铜金。土地的表里关系，正是后世风水师所想探讨的。《周礼》一书记载了与风水密切相关的土仪法。司土篇说，以土仪之法辨时有2土之名物，以乡民宅而知其利害，以富人民，以繁鸟兽，以育草木。这就是说，以各种土地适宜于各类人民、鸟兽、草木的法则，辨别12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，以便选择人们的居处，知道趋利避害，使人民旺盛，使鸟兽繁殖，使草木生长。土仪在先秦是通行的术语和方法，后世的风水先生很推崇土仪法，宣扬天地对应观念，将天空与地面区域互惠，划分12区域，作为判别吉凶的依据。由此可见，先秦的乡地知识为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。